哎呀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来聊个特别沉重的话题，就是哪吒汽车。那个曾经被我们寄予厚望的造车新势力，居然正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了。当我看到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的那条更新，心头真是咯噔一下。新增管理人机构浙江子诚律师事务所，这可不是小事啊！这艘大船似乎真的要搁浅了。你们还记得吗？就在6月12号晚上，网上那份哪吒汽车重整声明流传得沸沸扬扬，我当时就觉得不太对劲。虽然公司很快出来回应，说什么这只是众多处置方案之一，不是最终方案，还透露什么5月底6月初就有了下一步计划。本来想6月底发布，但因为离职员工闹得太凶，方案可能还要调整。听听这话，是不是透着一股子无奈和仓促？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，还在对着外界强撑着说我没事，我只是有点小感冒，但身体的症状已经摆在那里，根本藏不住了。想想那些日子，我的评论区里不断有哪吒汽车的离职和在职员工发来短视频，抱怨他们的遭遇。尤其是6月11号那天，董事长兼 CEO 方运舟被堵在办公室的画面，至今还在我脑海里打转。那场面简直是冰冷的现实撕开了所有遮羞布。一群曾经为梦想奋斗的年轻人，如今却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为了那点血汗钱，把自己的老板堵在小小的办公室门口，苦苦哀求。你们能想象那种绝望吗？那种声音带着压抑的愤怒和无尽的心酸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。方总那句你这是做什么，以及你们该申报就申报去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，门外那句你既然出来了，就该给我们一个答复，简直是刻在了我心里。这哪是老板和员工的对话啊，这分明就是一道冰冷的高墙，把信任和希望彻底隔绝了。其实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早在2025年5月，哪吒汽车上海总部的 logo 就已经被拆除了。我当时就觉得有点蹊跷，堂堂一个新势力总部，怎么说拆就拆？说是要搬去虹桥商务区，可新总部还没开工多久，讨薪风波就接踵而至，仿佛一片乌云始终笼罩在这家公司头顶。企查查 APP 上的数据显示更是触目惊心，截至5月底，票据违约累计逾期发生额接近2个亿。天哪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而且方总的股权也被全部冻结了，2000万元人民币，冻结期3年。这哪里是搬家呀？这简直就是一场战略性的败退，是资金链的警报声震耳欲聋。我从一些内部人士那里也听说，方总本人都已悄然离开了上海，回到了哪吒汽车主要生产基地浙江桐乡办公。上海是他的梦想起航地，是品牌总部，如今却成了员工讨薪的修罗场。他不得不像个逃兵一样，从战火纷飞的前线退守到后方的大本营。那种无奈和仓皇，仿佛一个将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城池失守，却无力回天。最让我感到心寒的是，那些被裁员工的离职补偿金，好多人到现在都没拿到。2024年下半年被裁的员工都在苦苦等待。他们告诉我，哪吒旗下的公司主体太多了，但大部分银行账户里根本没钱，即使打赢了官司，也执行不到钱。我看到那条短信，法院冻结了某个账户，余额只有可怜的14块7毛4，另一个账户更惨，439块2毛9，加起来不到500块钱。这哪是公司啊，这简直就是个空壳，像个被榨干了的橘子皮，只剩下一堆无用的渣子。那些员工，他们把最宝贵的青春和汗水都奉献给了这家公司，现在却连最基本的尊严和生活保障都得不到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还有6月12号开始，哪吒汽车总部宣布员工居家办公，办公室门禁都失效了。想想看，曾经热火朝天的办公室，一夜之间人去楼空，只剩下冰冷的桌椅和那些尚未搬走的个人物品。那场景就像是被遗弃的战场，充满了离别的凄凉和未知的恐惧。有同事告诉我，重要的职能部门
法务部的同事都纷纷离职了，想找个人对接业务都困难，一个公司连最基本的法务都留不住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艘船真的快要沉了，船上的人都在拼命往外跳。回想起2022年，哪吒汽车何其风光，全年销量 15.21 万辆，力压群雄，成为当年造车新势力的销量冠军。那时的哪吒简直是天上最亮的那颗星，照耀着无数人的新能源梦想。谁能想到，短短2年，风云突变，销量节节败退，经营状况也从严峻变成了危急，裁员停产，一步步滑向深渊。这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影，从巅峰到谷底只用了眨眼之间。如今连一个小小的广告公司，上海宇行广告有限公司，几百万的欠款，竟然也能把曾经的冠军拖进破产重整的泥沼。这让我不禁思考，那些所谓的100亿融资，那些国资背景的股东，他们的钱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什么连几百万的小债都无力偿还？是管理上出了问题，还是资金使用效率太低？这背后的复杂性恐怕远超我们想象。一轮融资，那个被寄予厚望的救命钱，本来说好要融资40亿到45亿，领投方要投30亿，但前提是哪吒要解决现有债务。今年3月，哪吒汽车还煞费苦心地搞了个债转股，试图用这种方式减轻债务压力，让宁德时代、国轩高科这些大牌供应商把债权变成股权。听起来似乎是个高招，但关键是那个救命钱到现在还没到位。这简直就像一个重症病人，医生说只要输血就能活，结果血包就放在旁边，就是输不进去。这难道不让人感到绝望吗？哪吒汽车的陨落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失败，它更是新势力造车狂潮中的一个缩影，一个警示。它告诉我们，烧钱不是万能的，只有真正把产品做好，把服务做到位，把资金用在刀刃上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。新能源汽车的赛道固然充满诱惑，但每一次狂奔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希望哪吒汽车能从中汲取教训，也希望所有的造车新势力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，引以为戒。我们作为消费者，作为旁观者，只能默默祝福，希望那些被拖欠工资的员工能早日拿到自己的血汗钱，也希望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能从这些阵痛中真正成长起来，变得更加成熟，更加稳健。这真是一出让人感慨万千的大戏呀！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